大家好，我是洛克。上期影片解释了，如果屋主卖行情1000万的物件，但却开价2000万，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出价，才不会被屋主跟中介当成肥羊？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先估贷款再出价。但也有很多朋友会问，那不就要请估价师估价？我回答他，其实也可以，但估价师很贵，少说出动一次也要几万块，对吧？而且他们所耗时的时间比较久，可能等到估价结果出炉了，物件早已被其他手脚快的买方给买走了。还有就是有在看房的朋友们会跟我说，可是有些中介店看房还会提供免费的房屋估价，我就跟他说，中介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参考就好，当然一定会有一些优良的中介，是真心的为客户服务，但因为我看房的经验比一般人还要丰富一点，所以以我的经验法则，中介不管提供了什么资料给你，例如实价登录的最近成交行情，还是物件的估价价值，又或是中介口头上告知你这个物件很多人在看，已经有一组买方下斡旋了，等等之类的，我本身是一律参考而已，听懂了吗？就参考而已。正在观看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如果也有在看房过程中，已经到了要出价、下斡旋方面的困扰的话，那本期影片就是为你而定做的。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帮自己点个赞，帮这部影片点个赞。那你看到最后，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而不是想成功的人，因为要成功跟想成功，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跟我的想法做连结，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好了，不啰嗦了，那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其实先估贷款再出价，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因为我们买房之后要跟谁借钱贷款呢？我想各位都知道答案吧，就是银行。那银行人员会愿意帮我们估价吗？当然很愿意啊，重点是免费。那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帮我们估价？因为他们缺业绩嘛，所以这时你刚好找到他，他还不把你当成救命稻草吗？更何况多个朋友多个业绩来源，何乐而不为呢？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请银行房贷人员帮忙估价的，而不是请估价师估价。重点一，免费估价绝对是重点。重点二，借钱给你的才是老大嘛。那有一次我跟朋友参加聚会，我的朋友是在开房屋中介店的，也有聘请估价师跟他们配合，但那次聚会他跟我分享说，估价师常常估价出来的价格跟银行的估价其实有点出入。这边呢，我绝对是完全相信不动产估价师的专业，毕竟他们不会也不想砸自己招牌嘛。只是我想表达的是，借多少钱给你最后的决定权在谁身上，还是在银行这些财团身上嘛？那怎么与这些房贷人员接触呢？以我为例，这个方法给大家做个参考。当初我看完房后，就是直接拨电话给银行客服专线。您好，这里是赚大钱银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你好，我有一些房贷上面的问题想请教，可以帮我转给房贷部门人员接听吗？好的，请您稍等一下，马上为您转接。到这边，你没听错，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就是等待房贷部门人员跟你对话，对话时可能需要做一点状况，让他们觉得你对买房有些急迫性。听完后，他应该就会很愿意帮你做估价了。只是他会需要你提供一些资料，才能帮你做比较精准且合理的估价。需要的资料不外乎就是物件的照片跟第二类成本。我就回应他说，这些资料我手边刚好都有，那我可以方便加入你的 LINE 吗？这样我才能传资料给你看。通常他们都会愣一下，因为不会有人一开始就准备这么齐全吧，基本上都会让你加入 LINE， 这样子以后有物件想估价就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直接跟房贷人员做联系了，真是快速又方便。正所谓知识的落差，就是财富的落差，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别人想抢也抢不走。各位朋友们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如果他们并不富裕，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投资房地产最重要的就是去实践，
在实践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提升房地产的应用技巧与方法，以及不断的调整方式，才能达到最后的目标。因为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借口嘛。努力到最后买到投资件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上面所说的照片要怎么拍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学问的，并不是随便拍拍就好。因为如果银行人员看不懂照片内所表现出来的屋内格局以及状况的话，那对于估价上可能会有点落差。照片要如何拍呢？我先以客厅为例，大部分客厅都会是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的格局嘛。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客厅格局的角落拍照，那拍出来的画面必须要包含天、地板、壁，也就是天花板、地板跟墙壁都要在同一张照片内。不过随着手机照相功能越来越强大，有了超广角镜头出现，拍格局照真的是越来越简单了。这题外话，总之呢，客厅的格局照就是最少2张对角线照片，以此类推到其他房间、浴室、厨房以及阳台，都以这种方式拍照。如果你是龟毛一点的人，甚至连车位、顶楼状况、公设等等的都可以拍下来，以提供给银行做估价参考。再来就是第二类誊本，这个我想很多人比较少看过，因为大部分的人也看不懂上面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虽然写的都是中文，但就是看不懂。这部分我会再做一集跟大家解释一下。那重点是要如何取得呢？其实也超级简单的，就是跟带你看房的中介要就好。基本上他们约你看房时，应该都会带一份在身上。不过我也有遇过不带的啦，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你看在房过程中，开口跟中介要第二类誊本时，他们都会很惊讶，所以通常都会被拒绝，因为他会觉得你很奇怪，问你为什么要看这个，然后就开始用各种理由拒绝你。理由大概就是第二类誊本里面有个字，不方便看，或者是放在店里忘记带出来。我遇到过比较扯的是跟我说，必须要下斡旋后，才能提供第二类誊本查阅，但其实第二类誊本上面各资部分都已经被用心号码掉了，所以不存在这问题。而且你知道吗？其实第二类誊本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调阅的，只要有正确地址就可以了。各位朋友们可以上 Google 打电子誊本搜寻，基本上第一个选项就是了，只是需要付一点调阅费，一页是20块，但调阅誊本大部分都会需要到2页。至于要如何申请电子誊本，这边就不赘述了，因为网络上其实有蛮多影片教学的，而且我也不建议自己调阅，因为看一个物件就要花40块钱调阅誊本给银行估价的话，这样成本累积也是蛮可怕的。重要的是房仲手里就有免费的资料，干嘛不要呢？但其实房仲只是怕客户私下找屋主谈价钱而已，只要给房仲足够的信任感后，之后约看房他都会很愿意给你看誊本的。接着就是等银行估价出来后，勇敢出价咯。好了，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3晚上9点，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3见咯，拜。